此为亢龙锏，乃星宿云铁所制，坚于金时，转动滑轮时便可横扫一切武器。亢龙锏的转声还可以破除方术。所谓方术是术数和方剂的统称，方剂古代指神仙术，术数古代指阴阳五行八卦。而亢龙锏的政治层面上，用于扫除邪恶、护国之良心、天下之法称，对于有损社稷者，下达奸臣，上谏昏君。唐朝年间，唐皇帝为了武皇后，不惜得罪三朝元老，和武皇后共同执政，二圣临朝，日月同天。唐皇帝公然将这等神兵利器在满朝文武面前亲赐予狄仁杰，皇后也是十分忌惮，便私自命令自己的宠臣尉迟真金前去抢夺亢龙锏。尉迟真金虽然是皇后宠臣，但和狄仁杰却是生死之交。皇后答应事成后，不伤害狄仁杰和他族人分毫，并让尉迟真金找来江湖术士，成立一人族协助完成任务。这几位江湖术士分别是：带头名叫幻天，可以呼风唤雨；其次，使用弯形大刀的是幽灵霸刀，能控制雷电的花火鬼夜；精通机关的妙手飞烟，以及轻功了得的隐派水月。受到皇后命令夺取亢龙锏，他们使出调虎离山之计，将狄仁杰引出大理寺。水月和鬼夜偷偷溜进狄仁杰的寝室，发现狄仁杰房间是按照九宫飞星摆设，亢龙锏为神兵利器，朝廷内外多少人为之眼红。狄仁杰自然早有准备，将一个假的亢龙锏放在寝室，两人拿起时刻，陷阱触发，发动响声，两人被大理寺的人团团围住，但终究被两人使用方术逃走了。皇后得知计划失败，尉迟真金表示愿意请见皇上，皇后便说出一个故事：当初大唐初得天下，有谋臣算出来皇族相残，向高祖进谏，高祖不信，2年后血染皇城，便是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之变。事后那个进谏之人四肢废去，面部被割，关入大牢。皇后话中的无脸侯是真实存在的，不仅存在，皇后还经常探望，让无脸侯给他出谋划策。皇后之所以能和皇帝共同掌管朝廷，无脸侯功不可没。尉迟真金受命来到大理寺进行演习操练，狄仁杰也趁机和尉迟真金说出亢龙锏的位置。此时城外早已经被人监视，不仅仅是一人组的人监视，狄仁杰的好朋友沙陀也差点深受暗算，中了他们的幻术，紧急关头被狄仁杰所救下。狄仁杰带着沙陀逃出后，来到一个密室中，施展幻术的就是天竺的一个方术门派，专修移魂大法。他们族人留在中原，帮先皇打下大唐江山，赐名为风魔族。但是后来先皇畏惧，将其全部收监。最近又再次出现，他们想趁着皇后和大理寺内讧从中获利。此时的皇后确实赶来了，密谋拿下大理寺的管理权。此时的尉迟真金也按照狄仁杰的位置找到了亢龙锏，但是幽灵霸刀却来抢夺了。幽灵霸刀虽然隶属尉迟真金的管理，但是他却看不惯尉迟真金，想要杀人拿锏。对照数次，尉迟真金被石像压住，对方想趁机解决尉迟真金，不料一刀砍到后背的亢龙锏，直接将刀尖震断。尉迟真金使用亢龙锏挥向对方，无意间转动转轮，将对方的武器和内脏全部震碎。随后回到皇后进行复命，皇后却告知幻天被赐为国师。第二日便让幻天他们展示自己的方术，在殿前便直接开始呼风唤雨，召唤出乌云便下起雨来。妙手飞仙拿出龙珠觐见皇上，刚表现方术完准备接旨，只见殿前再次乌云密布，幻天也慌了，发现有人动自己的机关。此时殿前的龙柱上的金龙突然活了过来，只见金龙发出吼叫，便直接吐火烧死了鬼夜，血盆大口咬死了妙手飞仙。幻天则跑得挺快，逃之夭夭，随后便直冲云霄，破窗而去。看到幻天不见，尉迟真金急忙追赶，不料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在杀害同僚，便转身离去。而真正尉迟真金被当作杀人凶手，被押入地狱。遇到如此情形的皇上立刻召集狄仁杰回京护驾。狄仁杰早就料到一切，便要兵分3路行事。第一路护卫带队假装回京引诱敌人，第二路沙陀拿着竹签上三藏寺找元策大师。当年天竺论经，三藏法师研究破解移魂之法，现在他已经圆寂，这个破解之道只能靠他的徒弟。第三路狄仁杰假扮手下跟随大理寺的人，
去皇宫勘察异象。风魔族的人和水月被诱导，跟随第一路人马，双方便发起战斗。水月实力不足，身受重伤，却被沙陀遇到，将其营救下来。这边狄仁杰假扮属下也勘探出了结果，查出了金龙复活全是幻术，是风魔族的手笔，解救出了在监狱的尉迟真金。通过蛛丝马迹找到幻天，但只是幻天的尸体。幻天是先被灭口后被藏尸，说明移魂大法的主谋当时就在大殿之中。换成幻天的装扮，施展方术。狄仁杰则怀疑幕后主使和皇后有关。此时的皇后再次找到无脸猴，被狄仁杰等人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是身中幻术，神志不清。皇上告诉他，无脸猴早在2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此时的沙陀也赶到了三藏寺，发现对方早已经作画。这个时候出现一个白猿，将沙陀陷入催眠，一条鱼便说出来龙去脉。元策大师的徒弟不想出手帮助，让白猿将他送走，便给了破解移魂大法的办法。没有元策大师的帮助，胜负很难判断，便请水月前往三藏寺，请元策大师出关。画面一转，只见花火鬼夜并没有死亡，并在风魔教中。原来鬼夜本来就是风魔教人，只是伪装在异人组中。夜晚，狄仁杰正在思考，这时皇后身穿白色衣裙，便独自一人进入狄仁杰寝室中。孤枕难眠，我来见你，就是想跟你表白一番。狄仁杰手握亢龙锏，直接打向黄武后。原来这个黄武后是花火鬼夜假扮，试图来抢走亢龙锏的，化作一团火便逃走。第二日，全寺戒备森严。这个时候，寺外出现全是眼睛的罗刹，众人攻击却没有任何成效。狄仁杰连忙让人诵读元策大师给的心经来破解方术。风魔教的人趁机杀了进来，并发动方术。狄仁杰只能打入内部，使用亢龙锏转动转轮，破解移魂大法。花火此时潜入密室，想要刺杀皇后和皇上，但是这却是个计谋。皇上是尉迟真金假扮的，将花火被铁笼给困住。风魔族族长使用手中的武器制造幻术，将手下的人变成飞天妖兽，并召唤出巨大的夜叉。亢龙锏被夺走。这个时候，元策大师身骑白猿赶来，将亢龙锏重新拿了回来。巨大的夜叉攻击白猿，都被轻松化解。最后族长冲向元寂大师，元寂大师只伸出一掌就将他制服。族长利用武器的圆轮将元寂的脑袋锁住，元寂轻轻转动亢龙锏就将圆轮震碎。随后教化族长放弃杀戮，最后的族长放弃了杀戮。本片色彩特效华丽，服装、造型、动作、美术、摄影简直登峰造极，给人古典又华丽的视觉美，简直让玄乎其玄的故事可以升天。亢龙锏这个武器更是吸引观众，不仅可以破除幻术，还可以横扫一切武器。但是小编认为剧情并不饱满，如有意见或者见解，可以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